陈登字元龙，徐州下邳人。他在广陵郡一带任职期间威望极高。他平日里为人处事忠诚正直，性格豪爽，同时沉着深邃，富有远见和谋略。年轻的时候便怀有匡扶世道、救济百姓的远大志向，这为他的一生定下了基调。他博览各类典籍，精通文学艺术，对历代典章制度无不融会贯通。陈登25岁的时候被推举为孝廉，出任东阳县长。在职期间，他奉养孤寡老人，抚养因战乱遗留下来的孤儿。他体恤百姓疾苦，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其仁政爱民的作风在当地深入人心。当时世道慌乱，民众饥馑，时任徐州牧陶谦便上表朝廷，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于是他到处巡视土地情况，因地制宜，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最终使当地稻谷丰收，粮食储备充盈。时间来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继前一年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之后，该年夏天，曹操再度大举进攻，兵锋直指徐州腹地，并迅速攻占了琅琊、东海郡的各县。这意味着徐州北部的核心大部分地区都已被曹操控制。曹操这2次讨伐徐州，给当地的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曹军所过之处几乎都成了地狱。《后汉书·陶谦传》明确记载，曹操东征的过程中，曾攻占曲率、居陵、夏丘等县，对他们都进行了系统性的屠城，导致数十万平民惨遭杀害。军队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百姓的尸体多到堵塞了泗水河道，以至于河水断流。徐州的这些地区在经历屠杀之后，人口近乎灭绝，成了毫无人烟的废墟。而被屠戮的受害者中，还包括了大量为躲避关中李傕之乱而逃难至徐州的难民。他们本以为找到了栖身之地，却最终遭遇更残酷的屠杀。可见在汉末乱世中，平民百姓的生命是极其脆弱与无助的，无论他们如何挣扎，逃往何方，战乱与屠杀的阴影都如影随形。陶谦这边面对曹操的攻势节节败退，他甚至都做好了放弃徐州逃回家乡当阳郡的准备。但是就在此时，曹操的后方兖州发生了变故，陈留太守张邈与曹操旧友陈宫等人趁曹操主力东出之际，引吕布入兖州，导致曹操的根据地大部分失守。于是曹为了保根本，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徐州，急速撤军回救兖州大本营。而此举意外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陶谦势力。我们再来看刘备方面，刘备在约公元191年的时候投奔了公孙瓒，成为其势力的一员，并于192年跟着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进驻齐地。而193年秋，曹操第一次讨伐徐州的时候，陶谦派遣使者向田楷告急，于是田与刘备一同率军前往营救。刘备就这样以救援者的身份第一次登上徐州的舞台。当时刘备有一支自己招募的私人武装，其核心是1000余本部嫡系士卒和少量胡骑，然后再加上数千名临时收拢的饥民。这支部队虽然战斗力有限且军力结构复杂，但显示出刘备具备凝聚人心的能力。田刘到达徐州后，陶谦遇到刘备一见如故，便将精锐的当阳兵4000人补充给刘备，这既增强了刘的军事实力，也是对他进行拉拢与绑定。于是刘备离开田楷，转而投身陶谦麾下，这也意味着刘备就此脱离了幽州军阀公孙瓒的势力，开始在关东腹地寻求独立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紧接着，陶谦上表朝廷，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相当于给予刘备一个州级长官的合法名分。于是，刘备的身份从客将一下跃升为地方大员。随即，陶谦令其驻军小沛，作为抵挡曹操从兖州方向进攻的战略前哨，等于在徐州西部树立了一道防线。但是，经历了曹军连番打击后，徐州早已残破不堪，民生凋敝。陶谦忧愤交加，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前对别驾糜竺留下遗言：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陶谦死后，糜竺率领徐州官民迎接刘备主持州务，但刘备这边显得非常谨慎，谦辞不敢贸然接受。但是作为徐州本土士族及实力派代表陈登首先进行劝进，他着眼于大义，说道：眼下汉室衰微，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刻，当前徐州土地和人口资源尚存，可以以此作为立业之本，恳请刘备您能屈尊接管徐州事务。但刘备谦卑，再次推辞，并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人选袁术。刘备说道：袁术近在寿春，他家4世3公，天下众望所归，您可以把徐州托付给他。但陈登回答说，袁术骄纵狂妄，绝非能平定乱世之主。如今我们打算为您集结10万步骑，上可以辅佐天子匡扶汉室，救济百姓，成就春秋5霸般的功业，下可以割据一方，守卫疆土，留名青史。如果您不肯答应，我陈登也不敢听从您的命令了。陈登这番恳切的措辞，实则代表徐州地方上士族群体对刘备坚定支持的立场。
东汉名士时任北海相孔融当时正客居徐州，也从旁力劝他附和陈登说道：“袁术岂会是忧国忧民之人？他不过是一具墓中的枯骨罢了，何必放在心上？如今徐州百姓拥戴您，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可错失，否则以后将会追悔莫及。”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由孔融说出的冢中枯骨这个词，罗贯中将之移植到近5年后的煮酒论英雄的情节中，并转由曹操之口说出。而当时的袁术已称帝败亡，众叛亲离，正准备北投袁绍。《三国演义》的这一文学安排，极大地强化了曹操作为当时第一枭雄的锐利眼光和轻蔑群雄的气魄。回过头来，刘备有了前任州牧陶谦的一命嘱托，当地豪族糜族的支持，加上本地士族代表陈登的军事与政治承诺，以及天下名士孔融的舆论背书，也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徐州。这是刘备生涯中第一次获得一州之地，从依附他人直接跃升为一方诸侯，意义十分重大。陈登与孔融的力劝，也证明了当时一部分士人对刘备英雄身份的认可。在刘备接受徐州后，以陈登为首的徐州势力主动派使者前往袁绍处进行通报。而当时194年至195年这个时间节点，袁绍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与公孙瓒在冀州、青州、幽州的拉锯战，同时挫败了黑山贼张燕等人，基本控制住了冀州以及部分青州和幽州，成长为黄河以北最强大的军阀势力。陈登的这项政治举措，意在争取袁绍的承认与支持，以巩固刘备的统治合法性。他让使者带去的话谦卑且富有技巧，着重强调袁绍尊为天下诸侯的盟主，我等推出刘备接管徐州，是为袁盟主您分忧。最终陈登的努力也得到了袁绍非常正面的回应。袁绍说道：“刘玄德洪雅有信矣，今徐州乐待之，诚父所望也。”袁的言语中肯定了刘备个人的品德，认可徐州由刘备接管的这一既定事实，等于正式给了刘备政治背书，成为刘统治徐州初期极其重要的外部保障。这使得曹操、袁术等势力在短期内难以用篡夺等名义直接攻击刘备，为他赢得了宝贵的巩固时间。公元195年，曹操经过一番艰苦的作战，逐渐收复了兖州失地，并在巨野之战中击败吕布，将其彻底赶出兖州，而吕布则被迫投奔了徐州刘备。公元196年，袁术进攻徐州，于是刘备亲自率军前往盱眙、淮阴一带，阻击袁术的入侵。而就在刘备外出之际，吕布趁机袭取下邳城，并自称徐州刺史，夺得了徐州的控制权，并在之后进攻小沛，将刘备彻底赶出徐州，使得刘备不得不委身投奔曹操。于是陈登名义上又成为了徐州新主吕布的部下。时间来到建安2年，公元197年。这一年春，袁术借着河内人张炯所献的福命预言，公然僭越称帝，自称总家。他将九江太守改称为淮南尹。在汉代，尹特指都城或基辅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如京兆尹管辖长安及周边，河南尹管辖洛阳及周边。这是一个专属帝都的、带有中央直辖性质的高级官职。袁术通过将地方郡守改为帝都长官，可以看出袁术是在构建一套自己的中央朝廷官僚体系，与汉庭的郡县制度分庭抗礼。紧接着，袁术设置三公九卿等百官，并举行祭祀天地的交际大典。与此同时，袁术派遣使者韩印将其建号称帝之事告知吕布，并请求迎娶吕布之女，从而结成姻亲关系。时任沛国相陈规，也就是陈登的父亲，唯恐袁术与吕布联姻成功，导致徐州的吕布势力与扬州的袁术合纵结盟，这对东汉社稷遗患无穷。于是亲自前往游说吕布，他着重说道：“曹公迎奉天子，辅佐国政，将军您应该与他协同合作，共图大计。如今与袁术结亲，必定会蒙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而此刻听完这一席话的吕布，其实内心也对袁术先前在自己落难之时不肯接纳自己而耿耿于怀。这事得追溯至公元192年，当时李傕郭汜反攻长安，吕布战败向东出逃，第一站就是投奔当时盘踞在南阳的袁术。但由于吕布自认诛杀董卓对袁氏有恩，于是居功自傲，放纵士兵到处抢劫掠夺，严重破坏当地的生产秩序，把当地搅得鸡犬不宁。因此袁术无法容忍吕布，对吕的态度转冷，而吕布也察觉到了处境危险与不安，于是被迫主动离开，北上河内投奔了张扬。有了这一层芥蒂，随即吕布派人去追回了已经在送亲途中的女儿，断绝了与袁术的婚事，并且拘押了袁术使者韩印，将他押送至许都，任凭曹操发落，等于是向曹操献上了投名状，以示想结好曹操的心愿。而曹操也笑纳了这份厚礼，在许都集市将其斩首示众，并且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授予吕布左将军的头衔，满足了他对名分的部分渴望。
而陈规、陈登父子暗中已心向曹操。为了建立与曹操的直接联系渠道，陈规借口向吕布请求，让儿子陈登去许都拜见曹操，向朝廷表达恭顺之情，以巩固吕布集团与中央的关系。但吕布似乎隐约感觉到陈规父子的忠诚并不完全在于自己，一开始是拒绝了陈规的这个请求，但刚好当时汉庭的使者到来，授予吕布梦寐以求的左将军高级官衔，于是吕布喜出望外，放松了警惕，同意陈登出使许都。不过英雄记提供了吕布派遣陈登去许都这个动作背后更加详细且复杂的原因。原来早在公元196年上旬，汉献帝流亡在河东郡的时候，就曾亲笔写诏书，召唤当时客居在徐州的吕布前来迎驾。但是吕布声称军中缺乏粮草积蓄，无力完成秦王的重任，于是吕布只能派遣使者上书朝廷表达歉意。但朝廷还是对吕布做出了任命，授予其平东将军的头衔，并且赐封平陶侯。但是使者可能途中遭遇了敌对势力的袭扰，或者出于某种变故，不慎将朝廷颁发的诏书遗失，导致汉庭的任命无法完成。针对吕布使者丢失诏书的尴尬窘境，在迎奉天子后，曹操主动接手，对吕布极致怀柔与拉拢。曹亲自手书慰问，把朝廷的公事转化为私人交易，给足吕布面子。信中畅谈迎天子平天下是共同的事业，将吕布纳入己方的宏大叙事，满足其虚荣心与对功业的幻想，并附上讨逆诏书，等于授予吕布奉诏讨贼的合法旗帜，为其在徐淮地区的行动提供了大义的名分。看到曹操信中的内容，吕布喜出望外，随即再次派出使者向天子上书，内容极尽恭谦，将功劳归于曹操，并主动解释自己代罪徐州的处境，表示自己并无野心，规避造反的嫌疑。同时回复曹操，自称是代罪之人，本应被诛杀，却承蒙曹操您亲笔慰劳，后加褒奖，现在又见悬赏海捕袁术等人的文书，表态愿为朝廷效死命。这表明吕布至少在此时已在政治上承认了曹操领袖的地位，并甘心接受其驱使。紧接着曹操进行了后续的动作，将权术推到顶峰。曹派出高规格使者奉车都尉，正式授予吕布印绶，完成官方仪式，同时再附上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由于府库中没有好品质的金子，曹操用自家好金为吕布铸印，并且解下自己的紫绶相赠于吕布。此举完全超越了公事公办的范畴，上升到了以私财赠公器，以己身配物表真心的层面。这个举动极具情感冲击力，意在告诉吕布，我曹操视你为可与自己分享荣耀的特别之人，对你的重视超越了朝廷的制度，并且为吕布开脱，邀其再次表忠，将之前通章不畅归咎于使者不良，同时要求吕布再次上表一份奏折。这既给了吕布台阶，又加强了对吕布的政治约束，使其反复表态效忠。曹操的目的显然在于当时根据地兖州刚刚安定不久，且周边强敌环伺，此刻必须稳住东边的吕布。通过这一系列感情投资和名分的授予，将吕布暂时安抚笼络，乃至收编为外方，避免了他与袁术等联合，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战略发展时间。而吕布则得到了最渴望的东西，朝廷正式的官爵，以及来自强大对手曹操的格外尊重。这使他产生了已被核心权力圈接纳的错觉，麻痹了他的警惕性。最终吕布遣登奉章谢恩，让陈登帮自己完成上奏表忠的最后一步，这使得陈登有机会面见曹操，建立与朝廷直接联系的渠道，为吕布最后败亡埋下了伏笔。陈登一见曹操，便陈述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应当尽早谋取。这也证明了陈氏父子早有背离吕布之心。曹操认可陈登的说法，也说道，吕布如同狼崽，本性凶野，确实难以长久驯养。除了陈登您，没人能如此透彻地了解他的内情了。说完这一切，当即给予陈氏父子重赏。首先提高父亲陈规的俸禄等级为中2000担，并另外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将颠覆吕布政权的任务全权授予他们父子二人，并安排陈登回徐州做内应，令其暗地里集结部队，以图谋取吕布。就这样，一张大网悄然撒开。其实这次吕布派陈登出使许都朝廷，除了上表奏章答谢表忠以外，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为其争取徐州牧这一官职的任命。但是当陈登回来复命时，吕布发现自己所求的官职落空，而陈氏父子却名利双收，顿感被出卖，于是怒火中烧，拔出长戟扛在戟岸上质问陈登。但陈登临危不惧，以养虎与养鹰的比喻，从容化解了这次危机。陈登自称对曹操建议说，对待将军您要像养虎一样，应当让他饱其肉，
兽，猛虎如果没被喂饱，就会反噬咬人，其实就是隐喻吕布如同猛兽，强大而危险，需要给予地位、官爵上的满足，才能消除其威胁。这迎合了吕布的虚荣心，也表明自己为其争取过利益。然后声称曹操给予的回应则是对待将军您如同养鹰，老鹰需要保持饥饿才能为人所用，一旦喂饱了就会远走高飞，脱离主人的控制，暗示曹操对吕布的真实定位是一个可驱使但需要小心驾驭的人才，让其为我所用的关键在于控制他饥饱的程度。换句话说，为何不能完全满足将军您的要求，如徐州牧的任命，就是为了保持您吕布长期为朝廷效力，就不能事事都满足，以防将军志得意满、居功自傲，从而脱离了中央的控制。先前已经授予了吕布左将军、平东将军等头衔，已经满足了其部分政治欲望。当前拒绝给予徐州牧的实权职位，就是为了让你保持一定的上升空间，有了晋升欲望，才能持续为朝廷出力。听了陈登这一系列的说辞，反而可能让吕布觉得曹操是在为他的长远考虑，从而消除了对陈登父子的怀疑。成为太守的陈登带着暗中集结部队推翻吕布的任务前往广陵郡上任，任职期间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很快树立起了威望，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系。当时在当地长期作乱的海贼薛州及其部众1万余户不做抵抗，全数归顺了陈登。不到1年的时间，他对广陵地区政教分化的治理卓有成效，实现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民心。见条件成熟，陈登暗自说道：“此可用矣。”这标志着他已将广陵郡打造成了兵精粮足、民心可用的反吕前哨基地。公元198年，曹操发动了下邳之战讨伐吕布，陈登则率领广陵郡兵作为曹军先锋一起参与了围城战。当时陈登的几个弟弟还在下邳城中，吕布便扣押了他们作为人质，企图迫使陈登求和合作，但陈登意志坚决，毫不动摇，誓死忠于朝廷。随即陈登加大了围城压力，攻势日益紧迫。显然吕布的人质策略并未奏效，反而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他麾下担任次监官的张宏预见到吕布败亡后，自己可能因参与扣押人质等行为遭到清算，于是趁夜带着陈登的3个弟弟出城投降了陈登。最终曹操采纳荀攸和郭嘉的计策，掘开泗水河堤，引水灌城，长期的围困使得下邳城中矛盾爆发。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反叛，绑缚了陈宫，率领部众投降曹操。而吕布和他残存的部下登上白门楼，望见曹军围攻的态势，自知大势已去，于是吕布便命令左右亲信砍下自己的首级献给曹操，但左右不忍下手，无奈之下吕布下城投降。最终吕布、陈宫、高顺等人都被绞死，他们的首级被送往许都示众，一代枭雄吕布就此落幕。吕布被诛杀后，陈登因功加封为伏波将军，这是一个具有崇高历史含义的称号。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就曾因功荣获此称号。他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刘秀立下了汗马功劳。陈登得此头衔，既是对他平定江淮地区，包括收复海贼、制敌广陵、平定吕布之乱等功绩的认可，也隐含着期望他成为当代马援，为朝廷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陈登不仅受到了中央的认可，也赢得了江淮地区百姓和士族的拥护，由此便萌生了吞并江南的企图。时间来到约建安4年，公元199年，孙策派遣军队进攻陈登所在的匡齐城。东吴水军抵达的时候，声势浩大，远远望去，仿佛旌旗和铠甲覆盖了水面。孙策这次出动的兵力10倍于广陵军兵，因此陈登的部下普遍认为，如今兵力悬殊，恐怕无法阻挡敌人的攻势，建议暂且撤离全城军民，避其锋芒，以空间换时间。由于孙军来自江东，善于水战，却缺乏长期陆战的能力与准备，敌军就算占据了一座无价值的空城，之后也会因为后勤补给困难而难以久留，届时再进行追击，所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对较小。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是一种务实的保守选择，但陈登并不认同。他厉声说道：“我深受朝廷嘱托，作为太守来管理此地，保境安民是职责也是义务，不战而弃城是严重的失职与耻辱。昔日伏波将军能够南平百越，北面戎狄，我陈登即便不能剿灭逆贼，又怎能轻易逃避抵御贼寇的责任呢？我必将报效朝廷，直至献出生命。坚信秉持正义，能够平息叛乱，上天也必将会庇佑我们正义的一方战胜敌人。”陈登用正统的儒家忠君死社稷的价值观念，成功的完成了战前动员，将军事劣势转化为道义上的优势。紧接着，他采用龙城战略，紧闭死守，绝不与敌方交战，消耗敌人的后勤物资，然后全军保持高度静默与纪律，静待时机的出现。而陈登
登则冒着生命危险亲自登城观察战局，确保对战场态势的精准把握。最终他洞察到了战机，这可能是敌军因久违不战而产生懈怠的情绪，也可能是敌军登陆部队与水上的船只脱节。总之，陈登趁着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立刻传令全军连夜整顿好武器装备，拂晓之时悄悄打开南门，率领一支军队直扑敌军主营，同时安排步骑兵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发起了致命的包抄。吴军主帅周章则是刚刚背水列阵，来不及撤回到战船上，而陈登亲自擂响战鼓，指挥部队趁势猛攻。很快的敌军大败，纷纷弃船溃逃，陈登则乘胜追击，斩杀并俘获敌军数以万计。战事的失利让吴军恼羞成怒，孙策当时锐意北扩，志在必得，甚至准备北伐进攻许都，截取天子，却在一个原本以为可以轻易夺取的边境，遭遇了长弩以万数的惨败。这种挫败感和耻辱感促使吴军必须报仇。随即，孙策又命孙权大举新兵进攻陈登。由于这次报复行动来得非常快，几乎没有给陈登太多的喘息机会。面对孙策倾巢而来的复仇大军，这次很可能兵力上更加悬殊。于是，陈登果断派出公曹陈交去向曹操搬救兵。根据《三国志·陈交传》记载，陈交最终是说服了曹操，使其派出一支驰援部队前去支援陈登。而另外一方面，陈登自己也开始独立谋划破敌之策。他秘密地在离城10里处设置假的营地，这个距离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足够远，以避免敌军轻易侦察出是空营，又是在敌军肉眼可观察范围之内。紧接着，他命令士卒携带柴薪，每两束为一具，相距10步，纵横排列成行。到了夜间，吩咐士兵一起点火，柴堆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营造出援军大营已立的假象。然后城上的守军配合欢呼庆贺，就如同大军已经到来。而敌军望见火光，瞬间惊慌失措，四处溃散。于是陈登率军再次主动出击，又斩下敌手数万级。而曹操的援军赶到的时候，战事早已结束。此战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陈登敢于如此利用空营计来应对倾巢之敌，这实在需要超凡的胆略和深刻的洞察力。陈登不仅在地方上治理有方，而且具备超高的军事造诣，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江东小霸王孙策的死跟陈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元199年末，当孙策西征黄祖时，陈登曾暗中联络孙策的旧敌严白虎等余党，授予他们官印，意图在孙策的后方制造混乱，同时也为了给唐叔陈宇雪耻。因为在建安2年197年的时候，孙策受汉廷诏封，本应与陈宇联合讨伐袁术，但陈宇却暗中勾结祖朗、严白虎等江东地方势力，企图偷袭孙策，夺取江东。孙策察觉后，先发制人，渡江大破陈宇，俘获了他的部众和家属。回过头来看，显然陈登这些背后的动作激怒了孙策，促使其西征回师后，立马亲自北上讨伐陈登。当孙军抵达当涂时，需要等待后续粮草运输，于是全军停留在当地休整。而孙策这个人喜好打猎，经常带着自己的亲卫队外出巡猎，但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孙策往往会因为他的坐骑速度过快而与自己的主力卫队脱节，陷入个人孤立状态。这次在当涂打猎之时，相同的情形再次出现，但危机也随之而来。孙策追逐一头野鹿的过程中，突然出现3个前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许贡先前上奏汉廷，建议朝廷用明升暗调的方式将孙策召回控制，以绝外患。但孙策的斥候截获了这份奏表，于是孙策大怒，随即诛杀了许贡。而当前出现的这3个人显然是为主复仇而来。孙策瞬间意识到了这一点，果断弯弓射箭，射杀了其中1个人，其余2人情急之下同样也射箭回击。可能由于距离过近，孙策来不及做出闪躲，箭矢正好射中了他的面颊，而2名刺客随即被赶到的亲卫队全部诛杀。回到主营后不久，孙策便因伤势过重而逝世，时年仅仅26虚岁。可以说，陈登在广陵的威胁和持续的策反动作，迫使孙策必须保持对北方边境的关注，间接导致了孙策过早离世。之后，朝廷将陈登调任为东城太守，广陵的官吏和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竟准备集体离开本郡，追随陈登。老弱妇孺也背着自家的婴儿，想要跟着他一起迁徙。这一画面感人至深，就连最脆弱、最不宜迁徙的群体都毫不犹豫地追随，证明了陈登的仁政深入当地社会各个阶层。也看得出，在汉末乱世、军阀混战的状态下，百姓的生命如同蝼蚁般脆弱。在这样的黑暗中，一个像陈登这样的亮光，就如同唯一的火光，驱使着百姓本能的追逐与依附。陈登看到此情此景，为了顾全大局，于是便劝返了所有民众，并自谦说自己作为太守时，频频招致东吴的进犯，
幸而都能克敌制胜，保境安民，并且安抚城中的百姓，说肯定会有新的贤明太守到任，还望大家对朝廷仍抱有一丝希望。此等安慰多少透露了陈登些许无奈，像他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是异数，并非常态。他明白百姓追随的不是东城太守这个官职，而是他陈登这个人。他无法保证自己在广陵建立的良好秩序是否能够复制到新的地方，也无法带走所有的广陵百姓，只能用言语激励，让大家仍然保持一丝希望，尽管那很渺茫。从事后看，将陈登从对抗孙吴的最前线广陵调往更内陆的东城，这客观上移除了孙吴北上最坚固的屏障，直接导致孙氏集团在江淮地区的压力骤减，使他们得以巩固对江东的统治，并逐步向江北渗透。在此之后，曹操每次亲临长江都要叹息，悔恨没有早日采用陈登吞灭江南的战略，反而助长了孙吴的实力。公元220年，曹丕继位后，任命陈登的儿子为郎光，这是官方对陈登功劳最终的褒奖，使其功业得以泽及后代。史料记载，陈登是虚岁39岁去世的，而在《三国志·方纪传》和《后汉书·方术传》中记录了华佗治病的一个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知晓陈登真正的死因。在他任职广陵太守期间的某一天，陈登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临床症状为胸中烦闷、面部发红，无法进食。华佗为他诊脉后说道：“夫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兴物所为也。”华佗明确指出病因为寄生虫大量感染，并且已经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内脏已经有了化脓性病变。而病因则归结为腥物，也就是未经充分煮熟的鱼、肉等生鲜食物。汉代已有10块的饮食分上，也就是吃生鱼片、生肉片，这为古代寄生虫如肺吸虫、线虫等等寄生虫疾病的大流行提供了条件。而且从中也可以知道，即便如太守陈登这样的东汉上层社会人士，在当时的饮食上也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于是华佗开出药方，使用特制的驱虫汤剂给陈登服用，服下以后疗效极为显著。陈登立刻吐出数量惊人的寄生虫，且形态描述非常生动，虫头红色且能蠕动，虫身的一半还能看出是生鱼片的形状，这些都符合某些寄生虫的外观特征，增强了这段记载的可信性。催吐过后，陈登的痛苦感随即消失，但华佗告诫他，此病会在3年后复发，当再次复发的时候，若有良医在身边，则仍可治疗。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这可能是寄生虫感染未能完全根治，虫卵或幼虫在体内潜伏，首次感染对消化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在特定条件下就会急性发作。而陈登到了3年之期，果然发病，但当时华佗并不在身边，陈登就此因病过世。纵观陈登的一生，他为东汉社稷贡献良多，年少时便怀服世济民之志，以匡复汉室、平定天下为己任，且文武兼备，不仅博览典籍、精通制度，更善于治军，屡出奇谋，而且深思远虑，审时度势，有长远的布局。初期出任东阳长时，他养其预估，视民如山；任典农校尉时，兴修水利，推广稻作，使徐州稻谷分饥，缓解了饥荒。吕布占领徐州时，陈登父子暗中归附曹操，促使吕布与袁术的联姻计划不能成行，避免了袁吕结盟的祸患。任广陵太守期间，陈登在地方上治理有方，民心归附，为曹剿灭吕布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邳之战中，他亲自率军作为先驱，虽然吕布扣押了他的弟弟作为人质，逼他投降，但陈登不为所动，攻势日益紧迫，不惜牺牲亲族以全忠义，为灭吕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下邳之战后，他向曹操提出了吞灭江南之志，这是最早系统规划平定江东的战略家。之后又2次以少胜多，运用示弱奇袭和火营移兵之计，大破孙策的部队于匡齐城，斩杀敌军数以万计。他镇守广陵期间，孙氏始终难以北进。当他调离广陵郡时，全城的官吏百姓宁愿放弃故土，也要追随陈登离开，逐渐他的治理深得人心。只可惜39岁时因寄生虫病复发，没有良医在旁及时治疗而离世。他吞灭江南的战略蓝图，终其一生也未能亲自实施，这也许为他的人生留下了些许遗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刘备之间的关系，二人虽未长期共事，却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互相认可，彼此支持。当陶谦病逝后，陈登力挺刘备接管徐州，并为他争取外部袁绍的支持。在任职广陵太守期间，他曾经评论刘备为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并将他与陈氏、华歆、孔融等天下名士并列，作为自己敬重的人物。而刘备客居荆州时，与刘表一起评价天下人物，刘备就公开称赞陈登：若袁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
造此难得比也。此言将陈登置于古今罕见的高度，远超对同时代其他人的评价，可见刘备对其能力与气节由衷敬佩。不过遗憾的是，二人之间的合作未能持续。吕布偷袭下邳后，刘备就失去了对徐州的控制。陈登随后投入曹操麾下，暗中策划灭吕大计。此后，在建安4年（公元199年末），刘备杀了车胄，2度占据徐州，但这次主要占据的是北部如小沛、下邳等城池，未能完全控制徐州全境。且此时的陈登，从法理和政治立场上，他已是曹营重要的边将，与公开反曹的刘备处于对立阵营，且经营江淮防线、遏制孙策北进的任务繁重，种种原因导致陈登未能和刘备再次合作。最后，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陈登能够追随刘备，长期为其效力，是否能改变刘备早期颠沛流离的处境？本期陈登的人物志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